最近买了一台新的相机，是2023年5月发布的 Canon PowerShot V10。至于为什么会买新相机跟使用后的一些心得，我放在最后面再跟大家分享。总共有2种颜色，我买的是黑色的，另一个颜色是银色，但其实只有插在相机最上面那一块而已。那现在就一起来开箱吧。里面的东西就是充电线、相机挂绳跟相机本体这3个东西。官方售价是13990元，重量只有211克，跟手机差不多。它不像一般相机可以替换电池，而是用 Type-C 充电的方式。内建的全指向麦克风是在相机顶端的位置，如果想使用指向性麦克风的话，也可以在外接。底部的旋钮可以让你另外接脚架，左边的洞是设计给相机挂绳使用的。特别要注意，它的记忆卡是小的 SD 卡，买的时候不要买错咯。再来是我最喜欢的部分，也就是上方萤幕加自带脚架，让我们看到画面的同时保有高画质，也不用额外再带脚架出门。而且脚架可以360度转动，例如完全摊开的状态就可以变成延伸的握把，方便拍摄或是勾在手上。往另一个方向转的话，就很适合放在高处俯视的方式记录。功能上有几种不同的模式可以切换使用，每一种模式点进去后都还会有可以调整的内容。举例来说，像短片 IS 模式就有关、开、增强、自动水平校正4种设定。另外其他还有像是短片记录大小、数码变焦等等模式可以自由调整。界面算是蛮简单跟直觉的。再来，因为镜头是直接裸露在外的，避免我又不小心摔到，所以还买了 JJC 的保护配件，分别是萤幕保护贴跟镜头盖。不过小缺点是装上去后会增加厚度，但很可爱，所以没关系。接下来带它实际出门拍拍看吧。可不可以让我离开你？我并没有亏欠，不想承认这几年努力全部都枉费。Did you get home late? Did you think about your ex today? I know that you've been trying to work on that. Did you feel lonely
Did you maybe almost call me? Did you bore your friends with stories like I have? 'Cause the last didn't know how much to say. You said maybe we should talk less. It's more than what I'm not saying I don't want this, I'm just terrified is all. Well, if it were up to me, we'd be, but darling, it's your call. So I guess that we should talk less. It's more than not at all. Things are going good. I played some shows, I read a book, and saw the dog we liked across the street. Random thoughts, 3 in the morning. I know you'd be happy for me if I told you everything. But 那我想要一个经典原味，然后一个静冈抹茶，然后再一个经典原味要加麻薯。You said maybe we should talk less. It's more than not at all. I'm not saying I don't want this, I'm just terrified is all. Well, if it were up to me, we'd be, but darling, it's your call. So I guess that we should talk less. It's more Vlog than 记录到 not 这边 at 结 all. 束，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。我原本都是用手机记录影片，但手机的画面比较窄，如果要拍到比较广的画面，就要拿得更远一点。但有时候放在桌上朝自己拍的距离有一定的限制。之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除了脚架，我还要再带夹式的广角镜头，但画质会变差，而且画面也会变形的比较严重。而且代表录影的时候就没办法用手机，如果是在旅行的时候要查资料，就会蛮不方便的，所以才决定用比较低的预算买一台好携带的相机。好携带这一点真的超级重要。因为如果它很重，我就不会想要带它出门。找到这一台的时候，真的是被它自备脚架这一点烧到不行。使用下来也证明我有多爱这个功能。另外，它还可以透过 Canon 自己出的 App 跟手机或是平板连接，可以无线传输照片给手机，或者是让它变成远端遥控器。不过目前用下来，我自己觉得最大的缺点还是它防手震的问题，也就是说录动态的时候，它基本上一定要开到增强模式，才能够跟一般手机录的画面一样稳。但开到增强，画面裁切后其实就和你拿手机后置镜头拍没什么差别了。不过我自己还是很满意它静态拍摄的表现，所以我觉得只要掌握手机拍动态、相机拍静态的分工，就能够让两个设备都发挥最好的效果。以上就是这次的开箱分享。这次会想要特别记录，是因为在买之前查了很多开箱影片，发现台湾多半是专门在拍 3C 的频道，但用日文跟韩文查的时候，发现有比较多融入在生活里的开箱。因为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类的影片，所以就尝试用这样的方式记录看看，算是自己一个新的突破。如果有什么想法，都欢迎留言给我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Did you get home late? Did you think about your ex today? I know that you've been trying to work on that.